这里是重庆最大的无人寺庙，名叫雾壑寺。它坐落在丰都鬼城的深山密林中，远远望去，巍峨雄壮而又古朴典雅。然而，这座历经了400年风雨的古刹，不知为何被蒙上了层层迷雾，引得民间传得光怪陆离，神乎其神。有传言说，雾壑寺是阴阳交界之地，黑白无常，藏在寺庙后的古关山与丰都鬼城之间的山路往返。又有传言说，寺庙对面形似木鱼的小山木鱼堡，在雨夜常传出沉闷的木鱼声，可那声音不是僧人所敲，而是修行未圆满、滞留人间的和尚鬼魂在堡上诵经。甚至还有人传言说，有位外地女子在这附近迷路，雨夜死于寺庙外的黄桷树下。此后每逢雨夜，便有穿青衣的女子在寺内徘徊，脚步声轻而急促，在殿宇间游荡。每一个传说都让这座深山古寺多了几分诡谲的色彩。而谁又能想到，许多年前，这座雾壑寺曾经与九龙坡的华严寺、梁平的双桂堂一起并称为川东3大古刹。那个时候香火鼎盛，香客盈门，常住僧人达到了70-80个，来此求子求姻缘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。但不知从何时起，这里竟成了无人寺庙，没有和尚，鲜少香客，走进里面更是一片寂静，连落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那么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那么多和尚都跑哪儿去了？那些离奇的传说到底是真是假？跟着我的镜头走进雾壑寺，一探究竟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重庆丰都的大山里面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神秘的无人寺庙。这个寺庙啊，被人们称作现实版的兰若寺。跟着我进去一探究竟吧。雾壑寺依山而建，前方就是山门了。山门飞檐翘角，上面覆盖着小青瓦。通往山门设了23级石阶，23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这是一座明朝万历年间修建的寺庙，距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看着山门上方匾额上写着雾壑寺3个鎏金大字，据说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匾额。雾壑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呀！芸芸众生受物欲所扰，难免有太多的困惑疑惑。也许清心寡欲在这样的地方修行一段时间，就真的能觉悟了呢。整个山门是木质结构的，上面雕刻十分精美啊，木头的颜色都变成有点黑沉沉的了。仔细看，上面雕刻了龙凤麒麟，还有佛教8宝吉祥纹，都十分的栩栩如生啊。站在山门的这一头往外面看啊，视野非常的辽阔，远山还有长江。其实这个寺庙的话，风水应该是非常好的，坐南朝北，而且呢公路直接可以通进来。那不知道这么好的地方为啥会荒废掉了？奇怪的是，这边竟然放了2根木凳子，古老的木凳子，这木凳子有年头了。既然没有人，为啥会放木凳子呢？令人捉摸不透的是，一座寺庙竟然有2座山门。看，这西侧还有一座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啊，这一座是清朝同治年间新修的山门。为何要新修呢？据说是为了优化风水、更新气运、避灾免祸。哇，这个门也是好高啊。那现在这个门呢是紧紧的拴着。哎，这边门柱这儿竟然长出一棵小草，生机盎然。院坝里面躺着几根石雕啊，很精美。看，
遍布着岁月的痕迹。这座寺庙啊，它分为前殿、中殿、后殿和两侧的厢房、禅房。我们现在呢，就进前殿，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门槛好高呀！哦，都超过我的膝盖高了。而且大家看啊，这个门槛上面非常斑驳，全部都是划痕，可见这个是经过多少人踩踏，岁月漫长呀。进去。哇，这是啥？迎面一尊塑像哎，披着红袍，看来还是有好多的人供奉的。你看，零食，这是酒吗？矿泉水，还有糕饼。这边有香炉拜殿。前殿很高大呀，有6根石柱子，方方正正的。我看这个屋顶的梁上面还写着一些字啊，你看，这根上面是大清同治6年岁，在丁卯5月初1日复建。哦，这边同一根柱子上面，这边看过去是大清康熙26年岁次丁卯下月20日重建。显然呢，这个寺庙的话呢，是经过多次的复建和重建。这里有一个悟惑寺的简介。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，建在古关山顶，名古关寺。因为山顶风大，简介牌告诉我们，原来这座寺庙啊，经过2次搬迁。明朝时原来建在这座山的山顶上面，那时候叫古关寺。因为山顶风太大，容易遭受火灾，清朝康熙年间移建到了山腰上，更名为永兴寺。又过了几年以后，省外2位帝仙路过的时候，说山阴之路正对鱼目之宝，才是风水宝地。所以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，一个名叫妙坚和尚的住持牵头把寺庙迁移到了现在这个地方，正好契合这2个地仙的说法，并且把寺庙改名为了悟惑寺。一而再再而三的搬迁，这中间寺庙到底发生了些什么，现在谁也说不清了。最后一次搬迁后也曾经辉煌过，只是没想到到今天，寺庙还是落入了无人的境地。走到这边会发现啊，真的是一尘不染，虽然空无一人，但是一尘不染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前面就是中殿了，前中殿之间有一个好大的天井，可以看到这些建筑都特别的有特色，青瓦出檐长，穿斗白粉墙，有别于北方寺庙普遍的高大威猛、琉璃覆顶，悟惑寺显得特别的宁静素雅。在这样的阴天走进这里，确实有一种网友所说的兰若寺的氛围感。中殿前面放了2个硕大的水缸，现在呢，上面已经长满了青苔啊。看，里面还种了浮萍，水还是比较清澈的哦。那这个也是真够大的，我在想，以前是怎么把这一整块的石头搬上来的呢？这边这个也是一样的。这水缸上面呢，隐约还写着什么字，但是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哦。上面这个石头都已经风化掉了，看不太清楚了。中殿气势非常的宏伟啊！看，原先啊，这应该是油漆，红色的油漆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些油漆都已经褪色了，剥落了。门非常的高。门很高大呀，中间的正门有6扇，然后旁边呢
又有圆形的月亮门，再往旁边还有一扇门，这是侧门嘛？哦，这是侧门哦。我发现在这侧门里面啊，这个房间里面竟然还有张木床哎，木床架子。这以前是谁住的呢？哦，呀，这底下木床的底下全部都是蝙蝠死了。里面这一间呢，空空如也的。你们看这个月亮门，好奇怪啊！我们进中间的大门进去看一下啊。看这个大门的雕刻也是非常漂亮呀，上面是雕的花卉，虽然油漆剥落了，但还是很漂亮啊。中殿就是原来的大雄宝殿，是雾霍寺的主殿堂。据说以前这主位上供奉的是三四佛，两侧供奉的是18罗汉，但原来的那些佛像应该都已经损毁了。眼前这泥塑金身应该是现代的，但这莲台看上去又像老物件。这3尊佛像的手势都是各不相同的，你们知道都代表什么意思吗？哇，看这个老古董，竟然是彩绘的，是一个宝瓶，上面是啥？牡丹花还是莲花呀？哎，看这边呢还写有字呢。大清道光21年3月中。哦，这块石匾呢是大清道光年间的。这上面你看，好像是当年这个寺庙的花名册，你看上面字有些已经剥蚀了。这里是什么大和尚，什么院监，这都是寺庙的历史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已经有点看不大清楚了，有些东西咱也不懂啊，非常古老的东西了，能够到现在保存成这样，太不容易了。看这边的佛像，哎呀，你看这一尊，好奇怪呀！这一尊的话呢，是怎么脸在哪里呢？呀，这个呢，这一尊小的呢，也是没有找到脸部的。墙角这边还有2尊佛像，感觉这一位他的脸都是不对称的哦。这个呢是没有眼睛的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站在这儿看这个月亮门，是不是特别的有意境啊？好像外面的景就成了一幅画，定格在这里。原先这一块啊，应该是有墙壁上应该是有彩绘的，像是一条龙尾巴的形状哎，但是显然呢，现在已经毁损掉了。这一块黄布上面挂的是啥？这里竟然有一副白色的对联啊！千年雾祸云深寺，万古人什么陈月来嘛，陈月长。下面我们去看一下后殿。后殿这个天井相比之下就比较狭窄一点了，但是后殿呢其实也是同样非常宏伟的啊。那木头的颜色啊，经年累月都变成了黑沉沉的了。后殿的天井这儿啊，看有一道深深的水沟，这应该是排水系统吧。如今这个水沟上面呢长满了青苔，包括这个台阶上面也是遍布青苔。这边有一个类似于当年应该也是水潭一样的吧，或者是花坛，
搞不清楚了啊，都是老物件了。那边呢有一个石头雕像，这雕的上面是一朵花嘛，但是又像是凤凰的尾巴，你们说这是什么呀？一看就知道是老物件了。松风水月啊，真是一片古朴啊。我们进到后殿里面去看一下。据说后殿原来是药王殿，是老百姓祭祀药王、祈福健康、祛病消灾的地方。以前物货市繁盛的时候，这里门庭若市。现在整个大殿空空荡荡，只剩后墙上还贴着几张佛像的图片。这块有一块地砖给挖掉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底下难道埋有什么财宝，还是有藏着别的秘密呢？在这个寺庙里啊，真的是落一根针都能听见，特别的安静，安静的我都感觉到有点后背发毛了啊！但是呢，还是再往旁边去看看两侧的厢房到底有些什么东西。厢房呢，可以从这边看过去的话，都是黑乎乎的啊，不知会有什么。呀，快来看！这个厢房里面画的是一幅白虎吗？了明觉性还是性觉明了？天宫鹿大牛鼻中这个我是有点不大懂啊，你们有没有人来给解释一下这副对联是啥意思？这个像是老虎的东西，你看额头上还有红色的一点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而且我在旁边看到了什么？是隐隐约约的已经剥落的一幅像，上面是这个凤凰花，下面是一个花瓶。没想到这边还有个小院儿，进去看看。它这个门呢，门框你看雕得很细致哦，精美。又是一个非常幽深的小院，我都不敢高声说话。青石板被青苔漫覆，履足处皆是凉人的荒芜。殿室内昏沉空寂，满是寂寥，再也寻不见往日繁盛时的人声鼎沸，梵音不绝。没想到这个地方如此的复杂，一间间那么多，我都快走得迷路了。这里又有很多房间，你们看。这里面有啥？乌漆嘛黑的，啥也没有。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每一间的厢房侧殿都已经无僧无佛，空空如也。那么往日70、80名僧人在这里生活的痕迹还能找得到吗？我们现在呢，来到院子里，从这边走，去看看他们的斋房跟禅房。快看，这个门好奇怪啊！上面是圆形的，来看看里面乌漆嘛黑的。这条楼梯啊，以前是通往2楼的阁楼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个里面啊，据说就是当年僧人所住的禅房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看，这里面有一张床还有2个八仙桌，地上还放着一些木料啊，看来确实是僧人住宿的地方啊。这一间应该也是，进来看一下。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它这边墙壁的砖全部被熏黑了，这是怎么
怎么回事？哇，看看这扇窗，天哪，这木窗上面为啥蒙了一块白色的纱布？看上去好诡异哦。这边还是一个套间，你们看，里面同样是放着一张床，一张桌子。你看那边的窗也同样是用白纱布给遮着，而且有点破损了，有点吓人哎。我感觉这个地方会不会是当年住持住的，住了一个套间？这边有一扇很神秘的门啊，门的两侧呢，竟然有一副无人能破解的对联。你看左边上前还能看得清楚，像是众迷古妙物真空，但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。右边的这啥字呀？这啥字？这个像是一个柴字，根本就看不懂啊，像是甲骨文一样。进门以后，这边据说是以前僧人的斋房，但是这斋房也太豪华点了吧！你们看上面的雕花多漂亮呀！虽然呢现在是油漆都已经剥落了，但还是很漂亮。还有一扇像月亮似的窗户。我感觉这么豪华的斋堂根本不像是和尚的斋堂，更像是地主富豪的。我们进来看一下，哦，里面乌漆麻黑。这还是2层的，上面有阁楼的。这上面挂了什么？2根挂钩是挂肉的吗？这有点阴森森的。这边呢？哦，真的是有一个大灶台哎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一根黑乎乎的烟囱，直通屋顶，熏黑了都已经被。灶台上面是3孔大灶，锅盖还在，锅盖上面布满了灰尘。看来呢，这灶上面有很多的砖块都已经掉下来了。在灶台的旁边有一个超级大的大水缸哎，看到没？我们进。这里面现在是啥都没有了，上面还煮着个小的水缸，这些全部都是超级大的石块整块凿出来的这里还有一个磨嘞，这是以前碾米、碾豆子、碾玉米用的碾粮食用的。你看底下这个木头是不是架在那上面，然后拿着它到这个四处转碾米用的。左手边这边还有一口，这是啥？这是汉井吗？底下是泥耶，这下面莫不是有什么秘密？但是咱也不好破坏它看过就算。这是啥？这是一个石臼吗？这边还有几个古董柜子，看到没有？呀，这个橱柜里面连里面的碗什么的都没有拿走，和尚当年走得这么急吗？甚至还有个郫县豆板的瓶子，这是咋了？黑暗之中，这些陈旧而又凌乱的生活用品，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烟火气。那么当年这个规模庞大的寺庙为何会败落呢？那么多的和尚都跑哪儿去了呢？其实谁也说不清悟惑寺是从哪一天开始冷清的。许是时代变了，信众慢慢走散，香火撑不起寺院的运转；许是周边的村民迁了居，没人在日常照料打理；又或是深山里交通本就不便，日子久了便被外头的世界渐渐遗忘。总之，这座400多年历史的寺庙，终究熬不过岁月的荒疏，落得如今这空寂的模样。也正是因为这般的荒芜和寥落，又坐落在丰都鬼城，便惹出了不少光怪陆离的鬼怪传说。人们总说雨夜里能听见木鱼轻响，檐下会闪过青衣女子的魅影，可想来不过是时空交错的光影，自然间的细碎声响，撞上这荒废古寺的清冷，便在人心底酿出了万般虚幻的想象罢了。
如今雾霍寺已经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白天的时候有专人负责看管打扫，偶尔也会有稀疏的游客来此参观打卡，而且无需门票。如果你也感兴趣，那就亲自来看看吧。